晚上走夜路，在路上碰见一个人，他手上提了一个公鸡。我记得有一天晚上啊，我跟我同学晚上深夜去聊鬼故事嘛，他让我说不要聊了，太恐怖了，然后我偏要聊，结果后来回去了之后我就鬼打墙了。他住的那一套公寓，和我住的那个学生公寓其实是在一个小区嘛，大概走个3分钟就到了。但是我因为晚上的那个整个视野，它那建筑的颜色都跟白天很不一样嘛，然后我就相当于在原地不断的打转了半个小时，我才找到出口，才回到了自己的家里。是在鄂州发生的吗？在爱尔兰。爱尔兰也有鬼打墙。我跟你说，有华人的地方，那就会有华人的神和鬼。不过这种鬼打墙就是还挺常见的。就我爸小时候，我小时候，我爸他用那个簸箕，那个背篓你知道吧？就是他用背篓把我背着去看病，因为是晚上，我可能是发烧了或者比较着急嘛，他就用背篓把我装在背篓里边，然后背着去找医生，去医生家里边。因为是农村嘛，就很多田坎嘛，对不对？就走田坎嘛，也是遇到鬼打墙，反正就是走了很久很久，就是没走出那块地方。也有可能是因为晚上光线太暗了，迷路了吧？这个东西怎么说呢？感觉发生的挺多的。对，有可能就是一些，就是因为晚上的那个视野嘛，和白天的，就是晚上它那个建筑的灯火，它的那个颜色跟白天的那个颜色会完全不一样。然后除非是说经常走夜路的话，不然就是晚上很容易就迷路嘛。对，这就是科学的解释，但也有可能是有一些玄学的原因。对，就是其实这些路，就是白天的时候也经常走嘛，就是迷路的可能性是有，但是没那么大。就这种事儿在农村还挺常见的，就是比如某谁因为遇到鬼打墙，走了一晚上都没走到目的地，然后哇，那走到天亮了，天！对，到天亮之后，然后才看清路，然后才走回家，或者才走到，这种事儿还挺多的。那可以体验一下来这种特别像迷宫的大型城市的城中村，不带手机，然后去尝试寻找一些地点，我觉得还蛮难的。也有可能就是那个时候没有地图高德，然后天又特别黑，然后人可能在那种昏暗的情况下，意识可能也不太清醒了，而且会很后悔自己为什么不带手机。为什么我鬼打墙的时候就想，哎呀，要是带了手机的话，那不很快就走出来了吗？现在又没带手机，而且也不知道原来的路了。就刚才，就可能你讲你爷爷的故事，感觉跟我爷爷的那个故事好像。你爷爷是什么故事？你讲讲。就是也是我爸给我讲的，他就说我爷爷有一天晚上走夜路，然后在路上碰见一个人，这个人他手上提了一个公鸡。哇，就是农村晚上一般都是路上都是没人的，很少有人走夜路。他当时可能也是特殊情况吧，走夜路回家嘛，路上就遇到有一个人手上提了一个公鸡，然后他就觉得很高兴嘛，因为一般
走夜路一个人其实挺害怕的，多多少少都会有一点吧。他就跟那个人打招呼嘛，他就说：“嘿，兄弟，一起走嘛。”大概就是这么个意思吧。结果那个人就不理他，也不回头，然后还走得更快了。然后他也走得更快一些去追他嘛。然后那个人就在就是有一栋房子的那个一个拐弯处嘛，一下就拐进去就消失了。后面第二天他们就知道，就是那栋房子啊，刚好有个孕妇嘛，那个孕妇好像就是难产了还是咋了，反正就是发生了不好的事情。那个人有没有再出现呢？他们知道那个人是谁？没有后续的故事。这是我爸讲的，就是我爷爷经历的。然后前面就是我们不是聊到那个梦境啊，还有那个潜意识、显意识。那你说那个意识它真的可以植入吗？意识可以植入啊。我最近不是对那个催眠特别感兴趣嘛，我看了好多催眠相关的书，然后其实催眠它里面就是把人去调频到一个特殊的状态嘛，然后在那个状态里边你就可以直接跟人的这个潜意识或者说深层意识去对话，甚至说是去下达指令，就是可以做到很多事情。比如说你戒不了烟，然后我对你一催眠，我给你下达一个指令，让你一抽到烟的时候就感觉到很恶心，然后你一下子就把烟给戒掉了。或者说你对学习感觉到非常的焦虑，或者说是学不进去、厌学一类的，它也可以就是通过对你意识进行对话，还有就是下达指令的方式，直接改变你的这个意识，就是深层意识，就是意识是绝对可以就是修改的或者植入的，这应该是一件比较肯定的事情吧，因为这个东西已经很成熟了，而且做了很多这种就是人体试验嘛，确实非常有成效。你们觉得呢？你觉得这是不靠谱的，还是确实是可以的？那意识当然可以被改变呀，有太多种方式了。对啊，就是最常见的，就通过改变他的认知还有行为嘛。然后催眠也是个很好的办法，还有是通过一些电刺激啊、颅刺激，或者是改变他神经递质，对，都可以改变一个人的意识。甚至你给他接一个脑内接口，插电极也可以改变他的意识。就是方式挺多的。对，甚至比方说一个人他的意识可能会被当时的天气，还有他吃的东西，还有他肠道里面的细菌改变，这都是有可能的。对，就是很多时候我们大脑意识不到这些改变的过程，甚至意识不到意识被影响的过程。生活中最常见的一个意识改变就是我们从小上学嘛，其实就是在对意识进行植入嘛。然后包括我们在
电视、手机上看到的各种广告呀，还有一些节目，它其实都是在做意识植入。只是催眠有的是那种催眠分好几类嘛，有那种就是长期的催眠，还有那种即时催眠。即时催眠就是我在几秒钟之内就改变你的意识。还有一种就是长期催眠，可能就是几个月或者几年时间去改变你的意识。当然催眠它只是一个名词嘛，但其实也有很多种叫法，它都是说白了都是在对意识进行下达指令，或者说是进行一个影响吧。当我们看凯文的对话视频，然后当凯文每次像布道师一样长篇大论的，但是用非常平和的语气讲这些玄学哲理的时候，然后我和凯文觉得像被催眠了一样。但是我们就是那种状态非常宁静嘛。对，而且老但是我们是有自己的知觉在的，就是可能跟电视节目里面那种受别人操纵去做某些事情的人那种状态还不太一样。就是霍香，你可能不太了解，就是就是你们对催眠的了解可能就是那种催眠秀嘛，他可能就是在舞台上被人操控嘛，去做一些指令性的动作。但实际上就是即使在那种舞台表演做那种指令性动作的时候，其实只要这个催眠师他没有植入清除这个记忆的这种指令去下达的话，他是有意识的。就是即使你是一个像木偶一样被操控的一个人去做一些指令性动作，他也不是说你意识不到，其实你是意识得到的。但是如果催眠师他在做完一些指令之后，他有下达的这种记忆清除的一些催眠的话，可能你就会丧失一部分记忆。当然这个跟催眠深度有关系。就是说绝大部分催眠情况下，其实被催眠者他是知道在干什么，知道在做什么的，只是因为他出于对催眠师的这种信任关系，还有就是他由于本身处于一个特殊的潜意识状态，他不会用他的这种主观潜意识去做过多的干预。除非就是比如说做的事情特别违背原则，比如说让他去干一些违反法律啊道德的事情，这个时候其实就起不到这种催眠效果了。就是他的主观意识还有他的潜意识，它本身有保护机制，它会中断这个催眠。催眠还能达到哪些效果？催眠可以达到的效果很多啊，就是因为它是对意识的修改嘛，对意识的一个指令嘛，只要你平时意识能完成的事情，它都可以完成。比如说你想改变你的习惯，改变你的某个念头，改变你的某一个就是下意识行为，或者说改变你的某个心理上的一些牛角尖或者问题都可以，就是意识层面的东西它都可以做操作和修改，但都有一个前提，就是你愿意去做，就是还是需要你愿意去做的。就是如果你是那种非常抗拒的，其实也不一定能做到。就是抗拒的人可能根本就催眠不了吧，可能就是
这个世界上绝大部分人是可以被催眠的，就是有极少数的人，他如果处于这种抗拒状态，或者说敌对状态，催眠师是很难催眠的，除非就是用一些特殊手段，就是用那种比较无意识的催眠过程。就是有很多高级的催眠师，他对人做催眠的时候，你是意识不到他在对你进行催眠的，就像我们跟凯文聊天一样，你们刚才说的，他跟你聊着聊着，你就不知不觉进入到一种催眠状态。对啊，包括就历史上比较有名的那种催眠大师也是这样的，就是他首先不会让你意识到这是一个催眠过程，但其实你已经进入到他催眠的这个引导之中了。怎么说呢？也不用对这个事情感觉到恐惧，或者说是觉得觉得它太过神奇。我觉得它就是一种对话吧。我觉得就像我们现在之间聊天一样，其实我们彼此互相聊天也是在做催眠，只是这种催眠的这种深度不够，比较浅层次的，就是我们的潜意识还是比较清醒的。就是你会发现，其实人在什么时候容易被引导、被催眠，就是在你的意识比较模糊的时候。比如说你得了一个感冒，你有点头晕的时候，你本来就不是很清醒，整个人就是比较虚弱的、懵懵懂懂的状态的时候，这个时候最容易被催眠。还有就是比如像那种婴幼儿、小孩子，他们很容易被催眠，就是他们就是我们这些人在幼年期间，就是还没有太多的这种主观意识，没有太多这种个人的这种独立的这种想法和观念。所以这也是就是为什么就是9年义务教育要在小的时候去做，因为这是一个最好的催眠阶段。对，而且它是强制性的，就是说只要你出生，你就不可避免的会接受一套催眠，而且是非常精细化的催眠，长时间的催眠。而且人有一个特性，就是一旦到了20多岁或者18岁以后，他的意识不会像小时候那么活跃了，所以很多人的意识观念他就渐渐的固定下来了，就是可能到了20多岁或者30岁，他就完全停止了这种意识大范围的改动或者说是变动。就像我们说的，可能人就是20几岁形成了一些偏见，他会一直陪伴他，一直到他死的时候。哇，其实就跟我们他到了25岁左右，那基本上大脑各功能就发育完善了嘛。他前额叶皮质作为大脑中掌控高级功能的部分，对，在20多岁、25岁左右已经非常完善了。对，然后这个时候他做出的决策，相当于比较理性成熟一些。但是随着他经历的事情改变，他的性格或者说他的一些想法还是可以继续改变的。对，是可以继续改变的。经历什么事情呢？经历事情越独特，差别越大，他的意识能改变的程度也就越大。就相对来说，就是25岁以后，可能就已经过了这个
意识学习或者成长的一个黄金期了。真的是这样。要改变起来，你需要克服的阻力就更大了。就是比如说你需要克服这种惰性，去学习新的观念和知识，去接触新的事物，去理解、包容很多不一样的观点。这其实对于一个成年人来说是费劲的，是需要付出很多成本的。可能多数人出于这种惰性，出于这种自我保护或者说是惯性吧，就会选择去接受旧的观念、旧的习惯、旧的想法，最后成为一个老顽固。就像我们现在看那些比我们大一轮的那些中老年人一样，比如说我们的父母、我们的爷爷奶奶，他们其实有很多就是不符合这个当下时代的一些陈旧的观念，或者说是一些固定式的，其实对他们甚至有害的一些思维方式。但其实你改变不了他们，就是或者说很难改变他们。你可以催眠他们吗？对，你也可以通过催眠去做这种工作，但就是会比年轻人要难很多。然后你会发现，就是我们年轻的时候会觉得这些老一辈的人他们有这么多的缺点，但其实如果我们不去做这些努力的话，其实我们也会犯同样的错误。就像是原生家庭里面有的一些问题，如果我们不去做努力去做改变的话，我们可能会重蹈覆辙。就比如说真的是这样，肯刚才聊的那些离婚呢、家庭教育的一些问题。真的是这样。对，因为父母言传身教对我们影响真的太大了。包括刚才聊的那个百年孤独也是这样的，就是几代人之间，他的命运总会出现雷同，出现这种厄运循环，或者说是不好的传承吧，我觉得。我觉得我刚刚就被你们给催眠了一会儿。因为我说的太久了，一直没有停下来，是吧？是不是？说的很好，说的很深。我觉得就是我们其实每时每刻啊，在不知不觉当中会受到无数的催眠，然后那怎么样分辨有哪些是能够真正对我们有提升的，有哪些是有害的？我觉得这个跟做那个清醒梦、清明梦是一样的道理，就是你的意识越清醒，你就越有辨识能力；你意识越不清醒，你就越是没有任何辨识能力。没有任何辨识能力的情况下，就是完全的随波逐流，完全的就是跟着各种幻象去变去走，你就谈不上去分辨它的好坏。你想要分辨催眠哪些是好的，哪些是坏的，重点是要提升你自己意识的这种清醒程度。而意识的清醒程度，它其实提升的方法就是专注。很简单，但其实也很难。我们很多时候是很难专注的，你懂吧？就是我们意识越分散，其实就越容易被催眠，就是因为
很多那种高级的催眠，它不是去呈现在你的主视野里边的，它往往是呈现在你的这个边缘视野，或者说是你意识的边缘，你懂吧？就是比如说我想对你做一个催眠，我的目的是 A， 但其实我跟你聊的天的内容是 B， 但是呢我会把 A 的内容给你捎带一点或者说通过一些手势，通过一些图像，或者一些不经意经过的一些人或事儿来影响你的意识。但如果你是一个专注的人，你就不会被这些边缘视野操控，因为边缘视野它其实没有经过你的允许，你懂吧？就类似于你打开一个视频，这个视频的这个网页，它的中间是一个大方框，方框里面是你要看的视频，但是呢周围有很多的这个其他的信息，比如说广告啊，还有他给你推荐的其他类似视频，还有各种超链接评论什么的。如果你专注的话，你就可以把你的视野放到这个大方框里面，就像是你开了全屏一样。但是如果你是一个非常分散的人，就是意识非常容易游离，容易跑毛的一个人，你的意识可能就会被这些没有经过你筛选的这些内容影响到。就是你筛选的，你本来是要看这个视频，但是因为周围这些广告、这些推荐视频，还有它反正就是这些给你额外的这些贴图，它会影响到你，然后改变你的行为，改变你的意识。而且这种改变它是你很难察觉到，就是你认为你的视野你是忽略了他们，但其实你没有忽略，而且它会很深的影响到你，你懂吧？就是这有点跟什么很像，就是我们处在一个社会的大染缸里边，就算你是一个特别正直、特别有这种正能量的一个人，或者说是一个特别有正气的一个人，但如果你一旦身处这种大染缸，你的边缘意识，你的这种潜意识，或者说是你的这种余光，就会看到那些肮脏的，或者说是不太好的东西。你长期的处在这种环境下，你就会被它影响，而且会深深的影响。而这种影响它不是经过你的意识选择的，你本来想的就是在闹市里边读你的书，但实际上你读书可能对你的影响没那么大，反而这闹市的环境把你给严重影响了。所以还是要学会选择一个好的环境，然后学会去规避那些就是不好的那些就是叫什么就是垃圾信息的对你意识的侵扰吧。比如说你手机的这些弹窗呀，比如说我看视频的话，我会选择一个广告垃圾信息少一点的网站去看，而不会就是找一个被各种赌博、色情广告充斥的网站去看。就类似这种吧，就是一个是要提升你的专注，二一个就是要选择一个好的环境，因为你很难去控制这些边缘意识、边缘注意力。
好，我讲完了。对啊，就是听你刚才讲那么长时间，非常好，没有一个广告打扰我。但是油管它的机制跟 B 站挺不一样的。B 站是在一个视频里面或硬或软插广告，是 UP 主自动选择的。油管是你不知道什么时候广告突然跳出来，然后打断你的思绪，然后过几秒你把那广告跳过，再接着看。所以这个时候特别影响一个人的专注力。比如听 Kevin 讲的时候，我本来已经进入催眠状态，然后突然一个有关广告跳出来，我就有点出戏。对，就是咱们要找一些好的平台去浏览信息，不要被那种垃圾广告包满了的网站去找。就是这些垃圾信息或者说广告信息，它可能在你看起来无伤大雅，它就是短短的几秒钟，或者甚至它就只是在边缘和周围，并没有出现在视频里边，但其实它会影响到你，因为你的潜意识把它的每一个字、每一个图片都看得清清楚楚，而且它会不加筛选的去影响你的意识。这就是催眠对人影响比较不好的一点吧。对，其实跟梦境也挺像的，就是有的那种光怪陆离的梦境，它会带你，它会改变你的意识，会怎么说呢？不要被这些幻象影响的太深了吧。说这么多，其实就是因为我们其实所说的教育，它并没有告诉我们潜意识的重要性，或者说边缘意识的重要性。我们往往非常笃定的相信自己的专注力，相信自己是专注的。我现在已经完全不信有专注力了。发现，因为高中的时候，我能很确定的控制自己使用互联网和手机的时间，但上了大学之后，就感觉我的注意力每天都在被各种信息牵扯嘛，就是很多推送都会引起我的兴趣，不管是发生了什么政治事件、什么科学事件或什么突发事件，然后都会吸引我点进去浏览，然后当时还非常享受这种往上冲浪的快感嘛，就是你可以，比方说你每天去了解一个领域，或者你每几天了解一个领域，你这一天在关注环保，过两天又关注中日关系之类的。但是我这几年发现，确实我的专注力比之前差了很多。比如之前我可以用我的意志力，完成一些事情，比如说，学习如何上篮，学习如何跳高之类的这种动作。但是现在，如果我的专注力没有达到一定程度的话，那种动作我可能学了之后，学的，半途而废，或者是那种一知半解，一直无法精准的去掌握它。就比如说我的手术技巧啊，有我的一些运动技巧、打球的技巧，真的是对，那种靠你自己的身体去感受的。这种技能就是无法通过言传的技能，特别需要一个人的全神贯注，不然，对，就是你以为自己可能通过语言或者是逻辑上理解它、掌握它，但其实你的手
和大脑并没有协调，并没有真正的掌握。是这样的，就是我越来越感觉到，就注意力被分散弊端了。就是专注会学得更好更快。对，调用的脑区和加工的程度都不一样，加工的越深，记忆的越深。是这样的。加工是什么？就是你对于信息和知识的加工。我可能是读高中的时候，那个时候推送的机制还没有更新嘛，所以还比较专注。但是后来大学的时候，它那些机器学习啊、AI 啊，它更加的精准的给用户贴标签，然后更加的精准的对用户投放那些需要的或者用户极高概率感兴趣的视频，所以最后就导致我们感觉时间都去哪儿了，就不够专注。就是现在人们的注意力成了这些资本争夺的一个类似于田地了，成了他们的生产资料了。我总觉得它也算是一种比特币。人的注意力，人使用某些虚拟软件网站的时间数值是恒定的。那比特币也差不多。对，注意力确实是恒定的，就是我们大脑一天只能吸收那么多信息。信息过载之后，你就会感觉到很累，然后你也学不进去了。对，所以就是从大三的时候开始觉醒之后，我很重要的一个改变就是要删减很多的信息，要严格控制这些信息。就是你们有看过那个《人类简史》吗？他写得非常好。对，《人类简史》那个作者尤瓦尔·赫拉利，他本人是不使用智能手机的，一直不使用吗？他在采访中是这样说的，不知道现在是有没有开始使用，但是他对人工智能，他对互联网的理解其实超出绝大部分人。对，他说人类之所以，它里面其实也提了意识嘛，意识他之前在讨论就是人类为什么是成了万物之灵，难道是因为体验感受比其他动物更加敏锐吗？但是后来他就分析了嘛，他说有一些鲸鱼啊，海里的鲸鱼，然后天上飞的鸟或者说蝙蝠，回声定位，就他们的感官很多都比人类发达很多，而人类之所以能够是万物之灵，主要就是因为人类可以想象不存在的共同体。就比如说古代的时候是一些就比如法老啊、神啊、国王啊，然后现在的话就是想象国家呀、公司呀、比特币呀，好，然后呢同时为了这个想象的这个被赋予的意义嘛，然后呢调动成千上万的人，他们共同信仰这一个故事，然后一起去分工协作，做出伟大的不朽的事情来。好，然后第二的话，后面他也讨论了那个意识到底是什么东西，然后根据尤瓦尔·赫拉利的说法，他就是说意识其实就是算法。他是这么认为的，因为他是一个坚定的唯物主义者。但是实际上并不是的。怎么说呢？就是实际情况，就是我从大三之前也是一个唯物主义者，但大三之后，因为经历过那个觉醒时刻嘛，我觉得人是有灵魂的，
可以说不只是人，就是所有的生命都是有灵魂的。但是这也是属于个人对世界的认识吧，这个东西很难去达成一个统一的见解。我觉得各持己见也挺好的，就是你从对立的角度也可以去了解的更多。就类似于你看一个事情，你站在不同的方位去看的话，虽然你们立场不同，但是如果你愿意站到其他立场去看，你对你原来立场的了解也会更多。对，我觉得赫拉利他一系列著作讲的最棒的，其实就是讲人类意识如何反作用于这个物质世界。我觉得讲的比政治教科书精彩太多了。对他，我觉得他的一大特点就是他能够非常擅长的运用类比，他能把很多深刻概念类比到一些我们熟知的常识领域，所以他的作品更让人通俗易懂吧。我讲一个我自己亲身经历的故事，但这个故事也不是什么玄学，更多是心理学的。它就是我在13岁的时候初一嘛，然后当时班上有一个女孩子，她反正就我很喜欢她，我很喜欢她。然后其实现在过来人就知道嘛，如果你喜欢那个女孩子，你直接跟她搞好关系就行了，对吧？但是我当时缺心眼，我跟我的那个好基友说，然后好基友的话搞得全班都知道了。知道之后，那女孩她就很害羞嘛，然后她就总是躲着我。她长得有点像《家有儿女》里面的夏雪，就是只是神似嘛，就是那种圆圆的杨紫，很萌的。小时候杨紫小时候对，很可爱，然后很乖。当然长大之后，因为她个儿没有长起来，只有1.5米几，然后那个就是也有点胖嘛，就反正高中之后就一般了。但是后来她就总是躲着我，她感觉他好像就把我当成一个很邪恶的投射，再加上因为那个时候就是初中的时候刚刚发育嘛，我喜欢我就特别喜欢跟一些那些就是一些损友一起讲一些荤段子、黄色笑话什么的。好，然后所以就是后来是什么呢？就初一的时候有一次，那个时候快到暑假，中午嘛，我们在有一家那个湖南牛肉面馆。去吃饭湖南米粉馆嘛吃饭，然后当时是我看到他跟他爸爸就是已经提前在里面嘛，我不知道他们在里面，然后我去吃，他因为女生更敏感嘛，他知道我来了，然后就先是躲到厨房里面去，明明那一碗那个面刚刚端上来嘛，他都没有吃2口，他就直接他特别敏感，特别恐惧，就走出去，然后他爸说：“哎，你怎么走了？你怎么不吃了呀？你怎么出去了呀？”就是因为他就是相当于到了这个程度。当然他爸爸不认识我嘛，后来就走了。他爸爸是那种就是有一点点胖，然后个子有一点矮，然后呢非常体面，戴了眼镜，好像在银行里面上班的。因为后来就是高中的时候嘛，包括在校园里面偶尔见到他，我说我想跟你谈一下嘛。我们就不要这么水火不容，然后他机会都不给我，就反正就直接走，也头也不回。也是因为这一个原因吧，就导致我对于中国的女孩子，只要是东亚脸的女孩，长得好看的，我都会觉得哇，她是不是瞧不起我？她是不是恨我？她是不确实后面遇到了几个，但是大多数其实是比较中立的，也就是可能是没有缘分，就是谈不上有多恨，但是就是反正是跟你不熟，但是也不恨你，大部分是这样子的。然后但是话又说回来，韩国的女孩子，我个人受到的创伤有一点不一样嘛。好，然后后来就是我解开了之后，我发现原来是她自己，她很痛苦，因为她父母离婚，后来才知道，可能也是跟那个看大老王的频道有关，就是被他有点，他讲的就是呢，因为我们当时初中的时候嘛，班上我觉得至少有2/5的同学父母离婚。因为城市都市的话，那肯定就是各种各样的原因吧。离婚之后，其实对于孩子的创伤是很大的，你们当时那个读中学的时候，
那个同学父母离婚的百分比大概多少？没统计过，但是应该有几个。我当时我的同学是很多，但是我不知道，我只是想，那离婚那可能不就是吵架嘛？因为我爸妈经常吵架，而且吵架的时候说什么话都有嘛。然后每次都说要离婚，怎么样？但是就是不离，他们就不离婚。然后那么多年我估计可能是他俩上辈子会有什么渊源嘛，互相之间来还债，来讨债还债了，所以就不断的还下去。但是那些离了婚的家庭，在中国的这种就是环境下嘛，你爱一个人，你希望你的好朋友也跟着你一起爱那个人，恨的话也是一样的嘛，对吧？所以离了婚之后，那他可能单亲家庭，他去恨他的前妻前夫，然后就会不断的跟他说，哎呀，男人没有一个好东西啊，千万不要相信男人的嘴脸，千万不要相信。好，然后那个小女孩，她是不是就是从小被她母亲那样子洗脑之后，然后她把她所有的那些负能量都投射到我身上，就是她把她所有她母亲对她父亲的恨都第一个投射到我身上了。然后后来我理解了这个之后嘛，我意识到这件事情之后，后来晚上就做了一个梦嘛，因为我听说他大学之后他到台湾去上大学去了，然后后面是怎么样就不知道了。好，然后后来我做梦到在一个火车站的站台上头遇到他，然后可能双方都是得坐那个驶向不同方向的火车吧，可能也就只有那么短暂的几分钟的这么一个交集，我跟他就相当于化解开来嘛，说开了，就互相之间就有了一个拥抱。然后我们坐不同的火车，就是相当于就是相忘于江湖了，对。就是你讲这个小时候的感情故事，是想表达什么？你觉得可能那个梦境？对，我可能说的比较散，我想说的就是可能2点嘛。第一个的话就是，如果是那个就是感情破裂了，或者是说要离婚，其实我也希望就是我们观众就是注意，就是尽量大人是大人的事嘛，不要投射在孩子身上，或者是说跟伴侣之间能好说好散就行了嘛，因为毕竟也是之前同床共枕的人。如果是说你就是不断的告诉孩子你要去恨啊，你母亲真不是个人，你父亲真不是个人啊，他当年是怎么骗我的啊，你不断的说这个的话，那他最后他的那个恋爱的时候，他也会受到阻碍吧，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的话呢，我也想到就是其实梦境啊，就是潜意识的延伸，因为可能是我潜意识里面我需要一个化解吧。所以后来梦境的话，就是梦到了。至于具体他真实的那个人，他有没有化解我，或者是说怎么样，反正这么十多年了，咱也许他已经释怀了吧。但是我自己，我确实我做了梦之后，我感受非常好，然后也释怀了很多。对，就是很多这种无辜的孩子被家庭影响，这种确实非常不好。我特别喜欢这种启发式的梦境，就是它一方面可以为你情绪疗伤嘛，另外一方面它会给你未来的生活很多启发。这种属于继往开来式的梦境真的很难得，我有时候也会做这样的梦。比如梦到了什么？比如我可以举很多这样的例子吧，因为大多数梦境非常离奇的或是毫无逻辑的那种梦境，我可能就忘掉了。但是像你这种就是你心里面一直有一个情感的纠结，然后突然通过一个梦境，然后跟梦中人物对话，最后把这情绪给释怀或化解掉的梦境，我印象特别深刻，挺多的吧。就比如我有2年没见到我大表弟了，他现在在江苏上大学嘛，然后我平时跟他聊天也挺少的，虽然我们偶尔微信上会问候1-2句。有一次我梦到他又回到了中学时代，
就他从中小学时候很小的时候一直都是特别活泼、特别开朗，然后对生活充满了热情，而且特别会讲笑话，就是能把生活中特别琐碎的一些小事情都当成笑话来讲嘛。然后我每次遇到他，他会跟我讲一晚上笑话都不带重复的那种。然后我觉得他特别擅长玩，就是能把一个东西给玩出花来。然后我在前几个月就感觉自己生活被困住了一样，但是我在梦中梦到他怎么样教我去用一种乐观幽默的态度去对待生活中一些比如说一些一些麻烦的事情或者一些困惑，然后还要怎么样把生活过得非常丰富的多姿多彩，就是你自己给自己的生活增加一些丰富的色彩嘛。最后我醒了之后，我就说我特别想我老弟，然后我想跟他聊一聊。他现在还是那样的人，不过就是高中的时候因为竞争压力太大了，所以我觉得他现在没有像以前那么活跃了，但是他依然是一个非常喜欢社交的，而且能把生活过得非常丰富的一个很有意思的人。这种梦境确实是非常宝贵的，而且也比较少有，我感觉我也有过这种梦境。而且这种梦境它的治愈效果特别强。对，治愈效果特别强，就像是做了一个心理按摩、心理理疗。对，心理疏导。我想起来，最近几个月，那个汤志他去演讲了嘛，然后他讲他最近几年生了孩子之后，他的小女儿每天都是那样无忧无虑的去踩水坑，然后哈哈大笑，玩得不亦乐乎。他说成年人很多丧失了那种本能的快乐嘛，就是对于一些非常简单的事物也能感到非常快乐的能力。然后我突然想到我大表弟，他小时候也是，他在院子里面撒一泡尿，然后就是拼命去踩那个尿，当水坑一样踩，然后踩了之后特别开心，然后笑个不停。就这种非常普通的日常生活，但是也可以给像我们这种成年人很多感动吧。就是很多人没有这种保持童真的能力，成年之后可能就对这些东西视而不见了。其实生活中有很多有意思的东西，就是因为我们的视野都被这些生活的世俗的压力给占据了，所以可能就很难去发现这些美好的有趣的事情。我记得我也是5岁的时候吧，那个时候就是大年30还是大年腊月20几的时候，我们当时祭祖嘛，然后祭祖的时候就是首先是得在那个农村的那房子的大堂客厅里面，就是相当于摆好那些神位嘛，然后就是有一些那些那个包起来的一些冥币，然后准备在屋子的角落里面来给它烧掉嘛。然后举行仪式，然后呢，那个时候我就很好奇，怎么大门是紧闭的呀？然后我就很好奇，我准备把门给打开嘛。然后呢，大人说：“你不要打开啊！”大人都说：“你千万别打开。”我一打开之后，然后一股很强的风嘛，因为在农冬腊月的时候，外头风很大，吹过来，然后把那个整个屋子的有一些烧的有一些灰嘛，哇，吹得到处都是的。然后。这一次，然后后来霍香，你不是说那个你的那个大表弟他不是那个就是撒了一泡尿吗？我记得我也是6岁的时候，我爷爷他来看我，然后因为我小时候其实我觉得很无聊嘛，不想见我爷爷，然后呢，但是他看我就跟我表弟一起，我们拿了有一种那种以前的那种一次性的塑料那个杯子嘛，我撒了一泡尿，然后说爷爷我请你喝啤酒，当然他肯定知道嘛。他不喝，然后我想到现在想想我怎么那么调皮。
对，小时候我们做事情都是，怎么有趣怎么来嘛，不会去考虑那些世俗的规定。对，然后后来我当时我4岁的时候是在湖南湘潭嘛，我在那里读幼儿园。好，然后中午的时候不是有午休嘛？午休的话就是那种就是小朋友睡的那种木头小床嘛，单人的，然后就是在一间很大的那个午休的教室里面睡，然后正好就是我的头嘛，上头是另外一个小朋友他的脚，然后呢我看他那脚都也没穿袜子嘛，我就去挠痒痒。结果他直接告诉老师他抓我脚板痒，他抓我脚板痒。湖南那边的方言是管脚叫脚嘛，对，后来还有一次，那个就是也是上学前班的时候，我们邻居嘛有个孩子，他叫熊浩，我现在还记得他名字叫熊浩，然后反正就经常流鼻涕，然后他比我大1岁嘛，但是他还留级了，他学前班他都留级。后来呢，就是当时我们教室嘛，我们那个班已经就是放学嘛，中午放学，然后他们老师还在拖堂嘛，学前班他也拖堂，对，然后呢，他正好就坐在那个窗子旁边嘛，然后我就直接手伸进去，伸到那个窗子的那个他有那个时候那种老式窗子有一个栏杆嘛，我伸进去揪他耳朵，因为老师在上头讲课嘛。所以说他也没法那啥，我然后揪了一次，我又去揪，结果后来等我外公他来接我的时候嘛，然后那个班的班主任，他就过来跟我外公说我在那里上课上的好好的，他去揪别个耳朵，他去揪别人的耳朵，对，这些记忆你还记得挺清楚的，看来给你印象很深啊。我觉得我可能有超忆症吧，就是有一些好多年前的事情，那么一说的话，都细节都记得很多，但是也许也有一部分是修改过的记忆，是潜意识里面，就是你肯定你只想记美好的一面嘛，有一些不好的一些回忆，或者自己做了一些特别不好的一些事情，那可能也会慢慢记忆给淡忘掉，不然的话也对于自己来说也是一种伤害嘛。时间快到了再开一期把就讲完吧。好的，你们开一期吧。继续讲吧。我上一期的话，到中间就是前面20多分钟搞忘记录音了，中间才想起来，但是起码亡羊补牢，后面大半段录下来了。没关系，我们聊的有些话题可能某些不太适合放在网上说。正好前面那一段不适合放在网上说的，就没我也没有录嘛，估计是老天爷他想，不希望我们有任何麻烦。对，然后霍香，你在宿舍吗？现在？对，不过这几天没什么事，随便聊。OK， 我感觉有点晚了。如果你有事儿的话，可能得把你休息耽搁了。没有，这一天休息挺够的。对，那需要从我们这边，我们互相分享一些能量，互相汲取一些养分。灵性上的，对。好，非常感谢啊！我们会在下周更新，请订阅支持一下吧，让我们幸福喜悦吧。因为我们如今正在经历的疯狂，实际上是一种幻象，它逼着越来越多的人觉醒。可是呢，我们也要同情那些没法觉醒的人，因为世间的种种现象啊，造成了我们个体与灵魂的分离。我们会在螺旋上升的水晶上继续我们意识的进化。我们正在获得内心的勇气，将自己交给了灵魂，迈向了完全未知的领域。我是谁？我来到这个世界上究竟要做什么？进化的新阶段已经开始，意识到无限的爱会让我们开启一场前所未有的灵魂旅程。